它为了格斗战而诞生，是吉翁军的蓝色痕迹。出场的瞬间，霸气十足。哟，大家好，我是 CM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这里是极色系列。同样，本期依然会借用一些 GTO 的素材，但设定依然是不按 GTO 的走。我只提醒一次，大家注意了。好，上一个影片我们去吉翁那里转了一圈，了解了红色彗星。那本期我们继续了解，没错，同样是星，蓝色巨星。老样子，咱不扯作品，不说作者，也不管发售年代，不啰嗦，单机的介绍。先看个片头，我们立马开始。在吉翁，这次我们把时间稍微往前调，在卢姆会战中，我们的 MS 大放光彩，把联邦那群贱人打得满地找牙。重点是 MS 只此一家，只有我们吉翁有，真的是那个像个大螃蟹一样横着走。不过地球联邦也不是吃素的，见识到这么一群变态的人形兵器，单凭联邦财大气粗的，不搞出个怪物来，都对不起地球联邦4个字。最后也真的做出了一台白色恶魔，一台皮厚弓强的陆战 MS。而我们的扎古2在他面前就跟一条坟墙一样，我们打他打不动，他打我们一巴掌就拍死一个，发起脾气来，一群扎古都没了。看着我们扎古2的性能落后联邦，能忍吗？真的是退一步越想越气，忍一时越想越亏。为了追求更有战斗力的陆用 MS， 几种紧急的 MS 性能提升方案也被提上了议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 MS 制造商吉翁尼克公司推出了他们设计的新型 MS， 一种陆战专用 MS。 对，其中也包含了我们今天的主题 MS-07B， 代号老虎，还译为古夫。这里需要做个声明，关于研发时间还有另一种说法。要是按高达档案来讲的话， MS-07B 是在联邦研发 MS 期间就开发了，但这种说法我个人感觉逻辑不通。以设想的方式来开发老虎，这个就太过上帝视角了。相比之下，维基的解释更加符合逻辑，起码看到了高达才开发了老虎。大家偏向哪一种说法呢？可以弹幕说一下。好，我们继续。说起 MS-07B， 它是由扎古2的基础来研发的，整台机的性能全部往上提。当然说是这么说，但是要论任务执行的弹性，那基本上是比不上扎古2的。但如果是论机体的综合能力和格斗能力了那就比扎古2强太多了。而武器方面几乎全部偏向格斗战，非常的丰富。重点是它的武器能伤高达，对，能伤到高达那是非常重要的。就像你在学校跟别人打架，你一拳殴过去，对方不但不疼，而且还感觉有点舒服。那对于你来说，此时此刻你有多绝望，那扎古就有多绝望。所以能伤到高达就是一种很大的进步。而且 MS-07B 不单能伤高达，还能把高达逼到绝境，单靠这一点也够他吹逼逼了。但由于它只是一台陆用 MS， 不能做到一击脱离的战术，到最后它也没能成为吉翁的主力。毕竟 MS-09 的大魔，也就是台译的德姆，攻击、防御、机动都比老虎强太多了。好，顺着差一点就成为主力的 MS-07B 老虎，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它的结构吧。全高为 18.2 米，重为 58.5 吨，出力为1034千瓦，推力为47000 kg， 而装甲材料依然是超硬钢合金。我们从上往下看，先是头部，整体的造型接近于扎古的风格，但细节设计会有点不同。头上的这个位置是多功能刀形天线，对于扎古来说，有这个就等于是指挥官的座驾，但对于老虎来说，这跟指挥官已经不挂钩了，属于是标配的装备了。这也意味着老虎的通讯能力是一定会比扎古强的。在这个位置是单眼影像识别装置以及复合传感器，可以左右移动，让视野保持广阔。跟扎古一样，也能突然发光。在动画中，打算揍钢加农的兰巴拉尔眼睛一亮，把凯吓得半死。而这个位置依然是动力管，就跟扎古一样，唯一不同的是老虎的鼻子会更加直。接下来顺着头部往两边看，手臂
一说到手臂，估计大家都会第一时间留意到肩膀。是的，跟扎古一样有肩锋装甲，但不是一边，而是左右肩都是肩锋装甲，霸气十足。不但有尖刺的部分，中间还特别的大，一个野蛮冲撞，那破坏力是更大更强。而且这形象跟牛角一样，这视觉效果让敌人一看就知道很牛逼，可以起到震慑作用。在动画中直接一撞，阿姆罗一样疼得要死。顺着这个牛逼的肩膀，我们往下看手腕。由于手腕的结构是优化过的，而且又轻量化，所以内部的空间也是相当的富裕。这种时候不塞点东西真的不应该了，所以左右手腕都有固定武器。右边的这个位置装备了电热鞭，这是由高分子聚合物形成，具有伸缩自如的结构。鞭子带有高电压，这也是 MS-07B 的主武器，在动画中出镜极高，见机就甩，打中的敌人基本就一个字：狂叫。而在左边，就在指尖的这个位置是5连装机枪，口径为75mm，当然也可以喊它手指火神炮。由于是手指，大家都知道比较短，所以这个手指火神炮也注定了它的弹道稳定性会比较差，一般也就是中距离的时候作为牵制的作用。不过说就是牵制，但是75mm口径也不算小，而且还是5连装，在近距离被它抓着射，那也是很有伤害的。在前臂内是它的子弹存储，因为手掌里面几乎都被机枪的结构占据了，所以在左手几乎是没有机械手的功能，只能做点简单的动作。好，顺着手腕往下看腿部，这个位置一看，是不是发现少了点什么？对，已经把外露的动力管塞回进机身里面了，一下子顺延了很多。这种设计结构很符合格斗机，毕竟需要近身格斗，这种管线外露容易勾到障碍物不说，而且还很容易被敌人攻击。毕竟阿姆罗就是这种爱好，动不动就拔扎古的管，真的是烦死了。现在内置到里面，那就很方便了。另外，老虎的腿部整体装甲也强化了，所以防御力也更强。而运动性因为追加了辅助喷嘴，所以没有发生扎古2那种动力不足的情况。格斗战时的运动性大大的提升了，在动画中就是埋在沙漠里也能轻易的跳出来。接下来继续顺着腿部往上看，身躯跟06系的相比，本机的结构上算是有相当大的变化。首先，因为是陆战机，所以宇宙用的部件拆除了。由于每个部位的零件随着扎古的量产而更加的高性能和小型化，加上扎古3家公司的互相磨合、互相竞争的关系，所以导致各种部件的品质不断的提升，有60%以上的部件都是全新设计的。核聚变发动机比起06F 型也高出了5%。另外还有一个突破，那就是冷却系统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早期扎古的冷却系统都有非常严重的问题，但本机却取得了特别大的进步，脱了以上各方面的优势，这让本机不但提高了运动性，机体也更加的轻量化，而装甲又更强。在中间这个位置为驾驶舱，跟扎古不同，扎古的驾驶舱是在左侧乳沟的下面，而老虎的驾驶舱直接就在腹部，这块是舱门的装甲，是双层结构，这也最大程度的保护了驾驶员。而位置上其实一眼看过去像是正中央，其实不是完全的正中央，而是稍微靠左一点，这是为了避开内部的一些结构而做的妥协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比起扎古驾驶舱的视线，它就是大很多，所以视线非常的宽广，直接就是幅面一体成型的屏幕。而这块屏幕不但可以显示外部的景象，还能显示各种资讯类的信息，这就让驾驶员很省心了，不用像以前一样一边看屏幕一边还要低头看其他仪表的数据，那是真的很烦心。另外，当敌人消失在屏幕时，这个显示器也会告诉你敌人跑哪去了，在哪个方向。在动画中 MS-07B 跟高达对决时，直接一刀砍过去，高达一个尿遁就不见了，这个时候屏幕直接指向上面，才避开了致命的一击。好，最后一个小背包，这是一个推进背包，因为是陆战机，所以这个背包主要是用来帮助跳跃的，可以在格斗战中起到非常优越的作用。
当然它不能直接拿来飞，但短距离还是能飞一下的。在动画中，钢加农面前就飞过一次，在阿姆罗面前也飞过一次。好，看完结构，是时候了解一下老虎的灵魂驾驶员了。兰巴拉尔，他是一位喜欢蓝色的大叔，只要是他驾驶的机体都爱涂成蓝色。是的，后期出的所有蓝色的老虎其实都是纪念他的。这么可爱的一位大叔，他可是有着不得了的身份。对，他可是金巴拉尔的儿子。谁是金巴拉尔？那就八百喽。上一期夏亚他爹吉翁子母戴坤，大家还记得吧？而金巴拉尔就是陪在吉翁身边的人，是吉翁的左右手，一起闹革命的。按理来说，兰巴拉尔有这么一个爹，前程应该是非常的把炮。但可惜吉翁病死后，拉尔家跟傻逼家争了起来。萨比家，不过最后落败，金巴拉尔只能带着夏亚和雪拉逃往地球。作为儿子，按理是要跟着爹一起跑路的，但是咱兰巴拉尔不同，他投效了当年的政敌，也就是现在吉翁的统治者，而且忍辱负重。夏亚的忍辱负重是为了报仇，而兰巴拉尔的忍辱负重只是为了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。对，他的特长就是当军人。最终他加入了宇宙攻击军，开始了军旅之路。不过由于他爹的关系，毕竟是当年政敌的儿子，所以作为现在的统治者，萨比家也是对他各种的打压。反正好事没他份，坏事全他背。最直接的证明就是当年的一州战争，还有鲁姆会战。兰巴拉尔和夏亚一样也参战了。夏亚就聪明了，戴了个面具隐藏了身份，开着 MS-06C 扎古2撸了5台战舰，最后直接生成了少校。而兰巴拉尔开着 MS-05B 扎古1，对，比夏亚那台还要差的扎古1，怼了6台的战舰，是6台啊，那多强悍啊，比夏亚还要多1台，但也只是晋升到了上尉。所以兰巴拉尔在军旅生涯也是很难，虽然是憋屈了点，但好在他也不介意，毕竟他重视军人的本分，也享受以少胜多的成果。只要以军人的身份慢慢的争取荣耀就好，在他眼里，作为军人总比作为败家犬要更好。在1年战争期间，因为萨比家的小儿子卡尔玛被阴死了，而兰巴拉尔负责给他报仇。就这样，兰巴拉尔带着这台新研发的 MS-07B 老虎前往地球。好，顺着这次的任务，我们一起看看人物和机体的战役。第一站，太平洋战役。为了追击白色木马，兰巴拉尔的部队抵达了地球，在太平洋上也终于碰了个面。正所谓见个面不打个架，那多没礼貌啊，直接就开干了。由于这一次的战役主要是摸底，加上 MS-07B 也是首次参战，所以主打一个怎么轻松就怎么来。结果发现这高达也不咋地，高达刚出场就被炸飞了，一鞭子就把他电得连火箭炮都丢了。当高达要拔刀时，老虎一个反手直接压制，顺便一脚踢飞。就在兰巴拉尔想着，看来这一次的任务刚开始就要结束了，钢加农钢坦克围了过来，才救了高达，而兰巴拉尔也只能暂时的撤退。而紧接着就是第二站中亚沙漠战役。由于马克贝的情报得知白色木马去了中亚的沙漠区，兰巴拉尔也跑了过去。在路上，哈蒙就问过兰巴拉尔，萨比家的人死不死关你毛事，又不是你儿子，为什么这么拼命？拉尔说也没什么，吉翁那群老六答应了我，只要完成了这次任务就给我升官，还连跳2级，将来手下和你都能安定，直接把哈蒙哄得一脸的安慰。就这样，他们来到了沙漠区，白色木马也来了。雪拉为了调查夏亚的事情，偷偷开着高达出击，由于居力过大，一出场就摔了一个扑街笑话，还没缓过神来， MS-07B 直接一鞭子把高达拍翻。就在最要紧的时刻，阿姆罗赶来，直接驾驶了钢加农过来帮拖。兰巴拉尔亲自拖住了钢加农，边用电热边抽，结果没想到钢加农非常的灵活，左右的蹦，接着直接机枪扫射，人家瞬间趴在地上，跪得比谁都快，然后一炮就把 MS-07B 打得连连后退。正所谓抓鱼先拔情，就在兰巴拉尔懵逼时，钢加农已经开始对扎古下手了，直接一炮炸了1台，另外1台直接打残抓了回去。在损失部下的情况下，兰巴拉尔也只能再次的撤退。
然后是第3站俘虏救援战，白色木马来到了吉翁的矿山基地，直接就打了起来。趁着混乱，上一站被抓的吉翁士兵也成功的逃出了牢房，最后找到了通讯室，并把知道的情报发给了兰巴拉尔。为了救自己的手下和守卫矿山基地，兰巴拉尔直接就过来参战了。由于是晚上，兰巴拉尔非常好的利用了这种视野不好的环境，把白色木马打得节节后退，最后成功的保住了矿山基地。至于俘虏嘛，本来是可以逃的，因为他自己都没想到白色木马的人会拿着火箭炮来轰门，结果俘虏连门带人直接被炸废了。最后一战，联邦遭遇战，在要补给没有补给，还要继续追击的情况下，大家都很累。为了犒劳部下，在索顿的一家饭馆请客，结果碰到了一个在柜台吃饭的少年，虽然衣着很奇特，而且还很不自然。但是少年用最怂的语言说出最坚定的话，这一点让哈蒙和兰巴拉尔都很喜欢。最后离开时，为了搞清楚他们是谁，叫手下去跟踪，结果一跟踪才发现原来是白色木马。兰巴拉尔立马下令偷袭作战开始，只见 MS-07B 直接冲在前面，看到钢加农直接就是一鞭，电得钢加农闪闪发光。而高达也来了，在空中射击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说好陆战不会飞，但这一战役尼玛个个都会飞。只见我们蓝巴大叔一点不慌，直接站着避子弹，把阿姆罗吓得连发2枪，居然打不中。就这样，阿姆罗直接枪一丢，拔刀硬刚。兰巴拉尔也拔刀，在最后时刻，阿姆罗向上一砍，直接往胸口一推 ，MS-07B 老虎直接报废。兰巴拉尔也逃出了驾驶舱，失去了自己的爱机。到了这一步，他仅存的选项就只剩下他最擅长的肉搏战了。在部下们士气依旧非常高昂的情况下，兰巴拉尔进入了白色木马内部，结果看到了雪拉，这可是一位曾经自己所在派系的公主啊！对于兰巴拉尔来说，命运就是这么的搞笑。看到穿着联邦制服的雪拉，他的意志也动摇了。在任务失败、重伤的情况下，兰巴拉尔抱着炸弹跳到了外面，直接引爆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好，看完一场场的战役，我们一起看看武器的部分。由于 MS-07B 就一个目的，近战肉搏特化 MS， 所以几乎所有的武器都是内藏式的。也因为是特化 MS， 用途也只能是限制的，通用性什么的就不用想了。我们先看第一个，也不叫武器了，直接格斗能力。因为双肩都是尖锋装甲，左右都能撞，这就方便了很多。比起 MS-06 的格斗模式，还得考虑哪边是盾，哪边是刺。一旦搞错了，就成了盾撞人，刺锋装甲直接挡子弹，这可是超级尴尬的场面啊！而 MS-07B 就没有这样的烦恼，撞就是撞，直接一个大牛角就撞了过去，两边都行，而且因为比 MS-06 更大，所以伤害也会更大。这个时候有人会问，那防御怎么办呢？对，防御就会交给这个盾，这是一个可以安装在手臂上的盾，可以卸掉，整个结构非常的灵活，不像 MS-06 那样固定，而且它面积大，这就等于防御的范围也更大。而硬度因为考虑到近战，所以近距离的实弹武器和近距离的冲击它都能格挡，除了挡格外，还能用来拍手。在动画中，高达想拔刀砍，直接被 MS-07B 一盾牌拍过去，让高达都定格了。接下来下一个武器，我们来看一摞东西，对，就是这一摞。在动画中的这一幕，说真的好像那啥，这是电热鞭，自带伸缩功能，最长可以伸到175米。说起这个武器，真的要感叹一下它的设计，我不是说它的形状，别误会。北斗神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？剑次郎打人时就是冲过去，然后用手指咚咚咚，然后摆出一副欠钱不还的脸，说一句你已经勾带了，对方就从内部开始破裂。对，电热鞭的攻击模式跟北斗神拳是一个原理，是不是很猛？作为普通的武器，一般都是动能产生破坏力，直接从外开始破坏，而电热鞭相反，它是利用高压电流直接攻击，只要接触敌人的机体，就会产生脉动状的高电压，不但破坏电子仪器，顺道还能电一下驾驶员。在动画中，对着钢加农一鞭子过去，电得凯哇哇大叫；一鞭子甩高达，阿姆罗被电得火箭炮都丢了。除了破坏内部，它本身的攻击力也不弱。在动画中，高达的腿也是被他硬生生的甩断的。
好，现在看看另一个内嵌武器5连装机枪，我们还是喊它5连装火神炮吧。毕竟57mm 的口径，这跟火神炮是很相似的。把火神炮装在手指里，那也是很有想法了。这可是老动画啊。这种方式不但灵活，而且比枪还要灵活，射击范围也更大。虽然因为机枪结构而影响了机械手的基本功能，但那也无所谓。这只手本身也是拿盾的，所以直接先挡后射，非常的丝滑，而且威力也不弱。在动画中直接把钢加农的炮都打爆了。接下来是最后一个电热刀，这个相比电热斧，刀刃更长，而且质量更大，所以破坏力也不是开玩笑的。有多强？还记得上一期我说过，火箭炮是 MS-06 的最强武器吗？当时火箭炮打高达的盾，也就是炸了个口，而电热刀直接一刀把高达的盾给砍了，可见其威力。这把电热刀可以说是跟电热鞭搭配使用的，每到极近距离的时候，鞭是起不到作用的，这个时候就是刀上了。因为很少机会用，平时都是藏在盾的内侧，在动画中一刀下去，从头砍到腰，高达的驾驶舱都被砍了出来。好，本期的机设就讲到这，下期我们继续 UC0079，大家跟我一起看看最后的3颗星，黑色3连星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支持一下，想看更多同类视频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吧。